油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也很复杂的一个画种。许多朋友想要学习油画，但不知道从何开始。虽然网上有许多学习油画的教学，但是真正想要了解这些知识还是很难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比较系统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以及如何开始学习油画。首先我们对油画这个种类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油画顾名思义就是用油作为媒介来进行绘画。如果大家对于其他的画种有所了解了，就会知道，比如我们中国的水墨画，它在画的过程中如果你有画错或者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是很难修改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幅幅大师名作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揣摩试错之后的成果。所以有废画3000的说法。再比如说欧洲的湿壁画，需要在湿的灰泥上作画，颜色在湿的表面会被吸收进泥里，干了之后就会固定了，也就不能再在上面上色了。我们难以想象当年米开朗基罗在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的时候，投入了多少的心血。简而言之这些作画的方式都要求比较精确，对于画家本身的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油画使用油作为媒介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干燥的速度比较慢，这让它有了比较好的容错率。画画的人可以从容不迫地对自己的画作进行调整，画错了的地方也很方便修改，而不需要整个推倒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油画在欧洲逐渐成为最主流的画种。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新手友好的画种。但即便是新手友好，油画的材料和工具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一期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画的材料和工具的基本知识，也方便大家进行选择。首先是油画的颜料油画颜料就是将色粉和干性油的混合制成的。最常用的油是亚麻籽油，因为这种油的干燥速度比较快，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会慢慢的变黄。一般在制作蓝色或者白色颜料的时候，为了避免变黄对颜色造成影响，所以就会用到核桃油或者是红花油这种比较不容易变黄的油。它们的干燥速度比亚麻油会慢一些，所以大家在购买颜料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品牌的白色它其实都有亚麻油和红花油这2种选择。常见的品牌有上百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我们一般不建议全都购买。有一些颜色其实是很少用到的，新手可能先购买个30种左右的颜色。对于颜料的选择其实也是和个人习惯有关，包括你画画的风格和种类。对于我来说，常用的也就是那么10几种。我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列举一下，以后有机会再做一期深入的了解。我们看到的颜料都有一些级别，供不同阶段的人群使用，比如说新手级、学院级，还有艺术家级。那一般的新手级我这里就不推荐了，这种类型的颜料大部分品质都不是很好。学院级属于还不错的颜料，它的色彩种类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而且有一些颜色使用的是替代品，但是它一般来说颜色都比较正，也不容易变色和褪色，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初学油画的时候就购买这种颜色。艺术家级的颜料它就是专业级的了，颜色很全面，质量也很好，但是价格也会比较贵。大家买颜料的时候记住要买那种自己用着不心疼，不要买一些很贵当成宝贝一样舍不得用的那种颜料，那和我们学画的目的就背道而驰了。总之不要当材料控。老一辈的艺术家用很差的颜料照样画出来很经典的作品。再来说说用油，很多新手的材料包里面都会有一瓶成分不明的调色油。一般来说绘画用的调色油分为快干和慢干的品种。快干的除了亚麻油，还有各种快干媒介，比如说丽坤。慢干的有核桃油、红花油、罂粟油等。其实对于新人来说亚麻油就够用了。什么时候用油？这里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油画你一定要用油调色。其实
颜料里面本身它就是有油的，我们只需要把颜色调得比较顺滑的时候加入油。我经常会看到初学油画的人会习惯每一笔都蘸很多油，这样画出来的画就特别油啊，而且它会干得很慢。如果你的油的质量不好呢，这个颜色还会很容易的变色。我们画画的时候只要记住一点，就是你用的材料其实是越简单越好。画不出来不是因为材料的问题，没有一种神奇的材料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就是稀释剂啊，最常见的就是松节油。稀释剂的作用跟油的作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们不要看到松节油的名字里面有油这个字就把它当成油，其实呢它是一种有机溶剂。我们往颜料中加油啊，是为了增加这个颜料油的比例，但是加稀释剂呢是为了降低油的比例。它的作用啊和我们画水彩的时候加水差不多，它会把颜色变淡，所以呢一般会用在起稿的阶段，用来铺底。加了稀释剂的颜料啊会变灰啊，而且没有光泽。稀释剂呢一般都是有挥发性的，铺上去之后会逐渐的挥发掉，这样画出来一层薄薄的这个底稿很快就会被干燥。但是在使用稀释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啊，因为长期的吸入这个稀释剂的气体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请注意，稀释剂是画油画最主要的危害。以后有时间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不使用稀释剂来作画的方法。另外啊，松节油、白精油这些稀释剂，它也可以用来洗画笔。再简单聊一聊画笔，我们比较常见的油画笔啊，有猪鬃笔、尼龙笔以及各种动物的毛的画笔。猪鬃笔呢，它的质地啊是比较硬的，适合用来画比较粗放的笔触，而且擅长大面积的涂抹颜料。我们知道印象派的作品风格其实和这个就有很大的关系。这些19世纪的画家发掘出了这种笔触的独特魅力。现在猪鬃笔已经成为了油画最主流的工具，但这种便宜又粗糙的画笔呢，在之前的绘画中其实是比较少用到的。像古典油画主要用到的是质地更加柔软细腻的雕毛笔，因为雕毛笔啊很贵，我们也会用尼龙笔来代替。尼龙笔有个缺点啊，它的损耗率比较高，容易炸毛。我们笔锋的种类呢，最常见的有圆头、平头、针形、扇形的。这些笔的造型啊，都是为了画出不同的笔触和质感而设计的。比如平头呢，你就可以画出很锋利的笔触，而圆头画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加柔和一些。扇形笔啊，可以用来扫平颜色。当然，我们初学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可以建议大家先买那种套装，体验一下不同画笔的性能。随着你们画画经验的丰富啊，逐渐丰富啊，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我们再说一下画布啊，油画呢一般是在画布上面作画，因为画布很轻便，也很方便裁剪，可以做成任意的尺寸。我们常见的画布啊，有棉布、亚麻和混合麻这几种材质。亚麻呢是非常结实做画布的理想的材料，但是一般来说价格比较贵，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便宜一点的，比如说混合麻或者是棉布。但是啊，许多商家都声称自己卖的是亚麻布，大家作为小白啊，很容易上当。这里我教大家怎么一眼判断画布的材质啊。那我们可以看这个画布的背面，米白色的呢就是棉布，质地也比较细腻。而亚麻布呢，它是一个灰色的，有深灰的、浅灰的，它的纤维啊看起来也是很结实。亚麻布有粗纹、中纹、细纹这几个类型，混合麻的颜色呢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有点偏黄的那个灰色。我们如果看它的背面，可以明显的看到不同颜色的纤维混合。其实这几种呢都是可以用的，只是有的用来练习，有的用来画作品。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避一个坑，就是有那种背面看起来是纯白的画布，也很平啊，遇到这种就要小心因为这种画布呢，它经常会漏油。我的学员有不少上过当的，就是你在画油画的时候啊，颜料里面的油啊会被漏到画布的背面，
我们如果观察那个画的背面，可以明显的看到油渍。我们把颜色涂抹到画布的时候呢，也会有种很难运笔的感觉。在调色板上面调好的色彩再画上去之后因为会吸油，它就会变色。碰到这种情况呢，那大家就是已经买到了劣质的画布了，得要赶紧的换掉。聊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留到以后再展开讨论。当我们准备好材料之后，就可以开始作画了。你一定也有自己喜欢的画家与作品可以打在公屏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开始，通过临摹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来学习。我最近呢也推出了一套零基础的课程，内容是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其中包含了许多经典的名画，还有一些基础的练习欢迎感兴趣的同学留言咨询。